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咖啡精福利甜点提拉米苏蛋糕。那我这个蛋糕底呢也是不一样的咖啡蛋糕底，所以是双重咖啡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今天的提拉米苏呢，我用的是咖啡蛋糕底。当然，如果大家觉得比较麻烦的话呢，也可以用做提拉米苏的那个手指饼干或者是海绵蛋糕来替代哦。现在先来制作一下咖啡液的部分，就是用10毫升左右的 espresso 加上20克左右的咖啡粉，再加上20毫升左右的水呢，去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把分离好的蛋黄稍微的搅拌一下，接下来呢就打发蛋清的部分。打发蛋清的那个盆子还有打蛋器都不能有任何的水或者是油哦。然后呢，打出比较粗糙的泡沫的时候，我们加入第一次的糖。之后呢，比较细腻的泡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加第二次的糖，最后再加一次糖，就是分3次把那个糖加入。蛋清打发到提起打蛋器之后呢，出现直立的小尖角的状态就可以啦。接着就把搅拌均匀的蛋黄，还有我们刚刚制作的咖啡液以及低筋面粉呢，都筛入到打发好的蛋清当中，翻拌均匀。这个蛋糕糊的部分呢，就做好啦。蛋糕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当中，这个蛋糕因为是做蛋糕底用的嘛，所以要做的稍微大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把表面呢稍微整理刮平一下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50度烤30分钟左右就 OK 啦。蛋糕烤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用一根牙签，然后呢看一下它牙签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粘连物，就说明这个蛋糕已经烤熟了，就放凉备用就可以了。慕斯糊的部分呢，我先跟大家说明2点，一个是糖水啦，糖水我是取3份的量，但是最终使用的只是1份，因为呢，在熬糖水的时候，如果量太少是不好熬的。另外就是要刷那个蛋糕底的咖啡糖酒，也需要单独的配置。后面的制作过程呢，大家也可以对应的来看一下哦。先把准备好的吉利丁片泡一下水，我用的是矿泉水，就是饮用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冷藏待用，只要一会儿就 OK 啦。先打发一下蛋黄的部分，把蛋黄打至颜色发白，体积膨胀个1倍左右。接着来煮沸，准备给蛋黄杀菌用的糖水，让它保持沸腾多一会儿，再冲入蛋黄当中。这个时候同时开动打蛋器，高速去搅打这个蛋黄，让它呢不要煮熟了，而且可以迅速的降温。马斯卡彭芝士开动打蛋器1档的速度，把它稍微搅匀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把吉利丁片从冰箱取出，把水呢倒掉。吉利丁片其实已经泡软了，然后隔热水加热融化它，把融化好的吉利丁片呢也倒入芝士糊当中，搅拌均匀。刚刚冲完糖水的蛋黄呢，我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它降至常温之后呢，也混合入这个芝士糊当中。忘记拍了 ，sorry 啦。接着就来打发一下淡奶油，我会加8克左右的糖粉进去。在打发淡奶油之前呢，我是把这个盆子还有淡奶油都放进冰箱冷藏至少2个小时，这样呢比较容易打发。淡奶油打至就是6、7分发呢就差不多了。我先是中速呢去打发淡奶油，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纹路之后就调低速，以防打发过度哦。差不多就打发到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啦。打发好的淡奶油也加入到芝士糊当中，翻拌均匀。慕斯糊的部分呢就制作完成啦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太过于流动性太强的慕斯糊，让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粘稠度会比较好。把蛋糕片用模具呢切成相应的大小，然后抹上这个咖啡糖酒。咖啡糖酒呢就是用40毫升的 espresso 浓缩咖啡，加上15毫升的朗姆酒，再加上5克左右的糖粉。最好呢是两面都就是刷满那个咖啡糖酒。接着呢就铺一层芝士糊。
继续重复刚刚的步骤，在蛋糕的正反面都刷上满满的咖啡糖酒。接着呢，再铺满芝士糊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模具是比较大，你也可以铺3层，然后再叠上3层的芝士糊，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好吃。但是我就是2层就 OK 啦。用抹刀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啦。那冷藏1晚之后呢，我们就再拿出来看看喽。第二天呢，我刚刚把这个提拉米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现在呢就是把这个保鲜袋打开，然后我会用那个电吹风呢给它脱模。电吹风呢就是我会开到最热的那个风，然后在4边呢给它吹一下，很快呢就可以脱模啦。我这一次做的时候呢，底下的那一层的慕斯糊倒的有一点多，所以大家在制作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哦，就是可以倒得更均匀一些。然后呢，再均匀的撒上一层可可粉就可以啦。吃甜品怎么能少得了咖啡呢？那上一次我是做了一杯 Long Black 就没有加奶，这一次呢我就做一个 Cappuccino。之前呢也有小伙伴问我，就是说可不可以做一期做咖啡类的视频，分享咖啡类的。那我不是特别清楚你们想要听到关于咖啡的哪些东西呢？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。Cappuccino 呢就是奶泡稍微多打一点，然后呢倒进去再撒一层可可粉。真的很好吃，香甜的那个慕斯糊配上有一点点苦涩的蛋糕底，这个搭配非常的完美，大家也可以试着做一做哦。